空气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轻轻按下暂停键，静谧的让人几乎无法呼吸。刚才还热闹喧嚣的婚礼现场，宾客们的交谈声、欢笑声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几百双眼睛齐刷刷地聚焦在我身上，又从我身上移到了我手中的话筒，最终都定格在了我那位总爱自称成功人士的小姑李慧兰脸上。她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那是一种从极度得意跌落到极度尴尬的扭曲，嘴角不自然地抽动着，眼神慌乱地四处乱瞟，就是不敢与我对视。我爸妈站在主桌旁，脸色煞白，如同两张被水浸透的白纸。我妈身体晃了晃，差点跌倒，我爸急忙伸手扶住她，两人的眼神里满是同一个念头，恨不得立刻找个地缝钻进去，连带着我这个惹是生非的女儿一起。只有我的新婚丈夫林浩静静地站在我身边，他什么也没说，只是轻轻握住我的手，用他的体温告诉我，他就在这里。他的眼神深邃而平静，没有一丝慌乱，只有坚定的支持。那温暖是我在寒冬腊月里唯一的慰藉。感谢小姑的厚礼，我收到了。我拿起话筒，声音在寂静的大厅里回荡，每个字都清晰可闻。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窃窃私语声开始在大厅里蔓延，像解冻的溪流，逐渐汇聚成一片嗡嗡的议论声。角落里传来几声压抑不住的嗤笑，像点燃了导火索，迅速在人群中蔓延开来。那笑声对我爸妈来说如同刀割，但对我来说却是胜利的号角。小姑李慧兰终于从震惊中回过神来，她勉强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那笑容挂在她圆润的脸上，显得格外滑稽。她大步向我走来，声音提高了8度，试图用音量掩盖内心的慌乱。小静啊，你这孩子怎么还当真了呢？小姑跟你开玩笑呢，活跃气氛嘛。她一边说，一边伸手想来夺我手中的话筒。10万块哪能就这样给？这是图个乐呵，真正的大礼在后面呢。你这孩子真是的。他的话在空气中飘荡，空洞而无力。我侧身躲开了他的手，另一只手高高举起那张崭新的带着折痕的10元纸币，对着灯光展示给所有人看。我面无表情，声音冰冷：小姑，您这玩笑可真有创意。从小到大，您对我的关爱也总是这么别出心裁。这句话一出口，我妈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她终于挣脱了我爸的搀扶，踉跄着冲过来，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指甲几乎要掐进我的肉里。小静，你胡说什么？快别说了。小姑父，那个总是和小姑一唱一和的男人，也紧跟着扑过来，脸上堆满了焦急的假笑。他压低声音，用一种近乎威胁的语气劝我：小静啊，你小姑平时最疼你了，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别闹了，闹得大家都不愉快。像什么样子？疼我？我心底冷笑，一股陈年的恶心和愤怒涌上心头，几乎要冲破喉咙。我猛地甩开小姑父的手，力气大的他一个踉跄，我的目光如炬，直射向李慧兰。疼，小姑疼我的方式，我确实记忆犹新。我的声音不大，却足以让最近几桌的亲友听得清清楚楚。比如8年前，我妈重病住院，急需用钱，您在电话里豪气干云地说要捐1万块，让我们全家感激涕零。结果呢，您到医院塞给我爸一个信封，里面只有1000，还拍着我爸的肩膀说：大哥，别嫌少，
心意到了就行，这事儿就别跟外人说了。我这人不喜欢张扬，我的话像一颗炸弹，在我妈的脑子里炸开。她听到我提起这件被她视为奇耻大辱、压在心底8年的旧事，整个人都崩溃了。她眼里涌出惊恐和哀求的泪水，不顾一切地想来捂我的嘴：“别说了，小静，妈求你了，别说了。”一只坚实的手臂挡在了我妈和我之间，是林浩。他不动声色地将我护在身后，隔开了我妈激进疯狂的举动。另一只手轻轻拍着我的背，无声地告诉我：“说下去，有我在。”那道屏障给了我无穷的勇气。全场的焦点，李慧兰，她的脸色已经不能用调色盘来形容了，由青转白，由白转紫，最后变成了猪肝色。她粗壮的手指哆嗦着指着我，嘴唇抖了半天，才挤出一句话：“你这孩子，怎么大喜的日子翻旧账？我什么时候？你什么时候说过？”我截断他的话，语气冰冷如刀：“事实如何？您自己心里最清楚。需要我把当年您发给我爸的那条微信语音当众放出来给大伙儿听听吗？”全场再次哗然，这一次不再是看热闹的眼神了，许多人看向小姑的眼神里已经带上了审视、怀疑和鄙夷。李慧兰被我这句话彻底击溃了，她那张虚伪的面具再也挂不住，露出了底下恼羞成怒的狰狞。她猛地从精致的手提包里掏出一张银行卡，像扔垃圾一样砸到我面前的桌上，发出啪的一声脆响。她厉声嘶吼，唾沫星子横飞：“行了行了，不就是钱吗？10万是吧？卡里有，密码我生日，这下你满意了吧？”啊！他以为这是他的胜利，是用钱堵住我的嘴。我低头看了一眼那张躺在红色桌布上的银行卡，然后我笑了，那是一种极度轻蔑的笑。我弯腰捡起那张银行卡，在手里掂了掂，然后随手一扔，银行卡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精准地落在了司仪台旁边的礼金托盘里。托盘里那张孤零零的10元纸币旁边多了一张银行卡，两样东西并排躺着，构成了一幅绝妙的讽刺画。我做完这一切，转头看向林浩，对他露出了一个安心的笑容。然后我再次拿起话筒，面向所有宾客，声音洪亮而清晰：“今天的婚礼，非常感谢各位亲朋好友的到来和祝福。至于某些人的心意，我和我丈夫心领了。”婚宴在一片诡异的气氛中草草收场。我和林浩站在门口送客，大部分宾客的眼神都充满了复杂的情绪，有同情，有好奇，也有幸灾乐祸。小姑一家人早就灰溜溜的第一个离场，连招呼都没打，送走最后一批客人。大厅里只剩下我们2家人和一地狼藉。我爸妈的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我妈一言不发，眼泪却像断了线的珠子，吧嗒吧嗒往下掉。我爸则是紧绷着脸，一根接一根的抽烟，整个大厅都弥漫着呛人的烟味。我刚想走过去说点什么，我妈猛地抬起头，用一种看仇人似的眼神瞪着我：“江静，你跟我过来。”他把我拽到旁边一个无人的休息室，我爸也跟了进来。林浩想跟上，被我爸一个眼神拦在了门外。门砰的一声关上，隔绝了外界的一切。啪！一个清脆的耳光狠狠地甩在了我的脸上，火辣辣的疼，瞬间从脸颊蔓延到整个神经末梢。打我的是我妈，她打完自己的手也在发抖，眼泪流得更凶了。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让你小姑下不来台？你知不知道她走的时候脸都绿了？你让我们以后在老李家还怎么做人啊？她的声音尖利，
充满了失望和愤怒。我爸把烟头狠狠地摁在烟灰缸里，发出一声刺耳的摩擦声。他沉着嗓子，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你小姑再不对，她也是你爸爸的亲妹妹，是你的长辈。大喜的日子，你让她颜面扫地，你这不是打她的脸，你是在打我们老李家的脸，打你爸我的脸。我的脸颊在疼，心却更疼，一股无法言喻的委屈和悲哀，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我看着他们，看着我这对把面子看得比天大，把亲情当成枷锁的父母，只觉得无比荒谬。爸妈，他打的是我的脸，是他先当众羞辱我这个新娘，他把你们女儿的尊严踩在脚底下，你们却只顾着他那个加害者的面子。我的声音在颤抖，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心寒。他要的不是面子，他要的是我们一家永远在他面前抬不起头。你们难道还不明白吗？你住口！我爸暴喝一声，什么加害者？一家人，说的那么难听。你小姑就是爱开玩笑，你非要上纲上线，开玩笑。我笑出了声，眼泪却不受控制地涌了上来。用10块钱冒充10万块羞辱我，是开玩笑。8年前用1000块打发我妈的救命钱，也是开玩笑。你们的底线到底在哪里？是不是他下次把刀架在我脖子上，你们也要劝我说他只是在开玩笑？我的质问像一记重锤，砸在了他们心上。他们被我问得哑口无言，只能用愤怒的眼神瞪着我，仿佛我才是那个十恶不赦的罪人。就在这时，休息室的门被推开了，林浩走了进来。他先是看了一眼我红肿的脸颊，眼神瞬间冷了下来。他走到我身边，轻轻揽住我的肩膀，将我护在怀里，然后他看向我父母，语气温和，却带着不容置喙的坚定。爸妈，江静没有错，婚礼是我们的，不是某些人表演虚伪和彰显地位的舞台。我们只想安安稳稳地过自己的日子，不想活在别人的脸色里。如果所谓的做人，就是要牺牲江静的尊严去成全别人的面子，那这个人我们不做了。我爸妈被林浩这番话说得彻底噎住，他们想反驳，却发现林浩说的每一句话都站着理。他们那套长辈为尊、家和万事兴的陈词滥调，在林浩面前显得那么苍白无力。最终他们只能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颓然地转身离去，背影里满是无法理解的固执和失望。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透，我的手机就尖锐地响了起来，来电显示是小姑。我按下接听键，开了免提。电话那头的声音不再是昨天的虚伪和强硬，而是带着一种威胁的阴冷的寒意。江静，你行啊，翅膀硬了，都敢在长辈头上动土了。你别忘了，你爸妈现在住的那套老房子，当年买的时候，我还出过一份力气。他的话像一条毒蛇吐着信子，试图钻进我的心里，我却只是冷笑一声。昨晚积压的愤怒和委屈，此刻已经全部转化成了冰冷的战斗欲。小姑，我当然没忘，那套房子是不是当年您口头上说借给我们家10万，让我们感恩戴德，结果您只给了5万，还拿了一张10万的借条，让我爸妈签了字。这些年就凭着那张虚假的借条，您让我爸妈给您送了多少礼，请了多少次客，逢年过节哪次不是大包小包的往您家搬？这些年花在您身上的钱早就翻了好几倍了吧？电话那头是死一般的沉默，我能想象到李慧兰此刻脸上精彩的表情。几秒钟后，沉默被恼羞成怒的咆哮打破。你放屁！你血口喷人！你有什么证据？江静，我告诉你，别以为嫁了个有钱的老公就没人能管你了。
你给我等着，我们走着瞧。嘟嘟嘟，我平静地挂断电话，脸上没有丝毫惧色。我转身对上林浩关切的眼神，看来好戏才刚刚开始。林浩握住我的手，十指紧扣，他的手心温暖而干燥，给了我无穷的力量。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别怕，我陪你。我心里的那团火不但没有熄灭，反而燃烧得更加旺盛。李慧兰，我们之间的账是时候该一笔一笔好好算算了。刚放下电话，我的手机就疯了似的震动起来，屏幕上家族微信群的红色数字从99加跳到了999加。我点开那个名为李氏一家亲的群聊，扑面而来的是海啸般的指责和谩骂。江静也太过分了吧，婚礼上那么闹，一点面子都不给长辈留。就是啊，小姑平时对他们家多好啊，真是养了个白眼狼，没教养，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连最基本的尊重都不懂。我看她就是嫁了个好人家，尾巴翘到天上去了，瞧不起我们这些穷亲戚了。我的大姑，那个最擅长道德绑架的女人，在群里发了一长串的语音，每一条都超过50秒。我点开一条，她那痛心疾首、尖酸刻薄的声音就传了出来：静静啊，你真是太让大姑失望了。你忘了你小时候，你小姑是怎么抱你的吗？你忘了你上大学，你小姑还给你包过红包吗？做人不能忘本啊！你这么对你小姑，你对得起你死去的爷爷奶奶吗？抱我，我只记得她每次来我家，都像女王巡视一样，对我爸妈颐指气使。上大学的红包，我记得清清楚楚，200块钱，她却在所有亲戚面前吹嘘自己包了2000。这些荒谬的恩情，此刻却成了攻击我的武器。就在群情激愤的时候，主角登场了。小姑李慧兰在群里发了一个委屈流泪的表情包，紧接着她发了一段文字：罢了，罢了，都是一家人，孩子还小，年轻人不懂事，冲动了点。我这个做小姑的还能跟他计较不成？这件事就这么过去吧，大家也别说静静了，好一招以退为进，好一副宽宏大量的受害者姿态。他这么一说，群里立刻炸开了锅，对我的声讨达到了顶峰。看看人家小姑多大度，江静，你还不快出来给你小姑道歉？就是赶紧道歉，不然以后别想再进我们李家的门。我看着手机屏幕上闪烁的那些文字，那些红色的提醒数字，像无数双充血的眼睛，在对我进行一场公开的审判。我的手脚冰凉，心脏像是被一只冰冷的手攥住，呼吸都变得困难。原来在他们眼里，真相是什么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更会做人，谁更符合他们心中那套扭曲的长幼尊卑。一只温暖的手伸过来，拿走了我手里那块滚烫的手机。是林浩，他看都没看群里的内容，直接长按，将群消息设置成了免打扰，然后他将我紧紧地抱在怀里，下巴抵着我的头顶。他们说的一个字都不要信，那些都是噪音，重要的是你怎么想，我们接下来怎么做。他的声音像定海神针，瞬间抚平了我内心的惊涛骇浪。我深吸一口气，从他温暖的怀里抬起头，眼神里再也没有了刚才的愤怒和压抑，只剩下冷静和决绝。小姑不是爱演吗？那就让她演个够，我倒要让她看看什么叫弄假成真，什么叫自掘坟墓。我不再理会手机，而是和林浩一起在客厅的茶几上铺开了一张大白纸。我开始凭着记忆细数小姑这些年对我家的每一笔帮忙，特别是那些涉及到金钱往来的细节。买房借的5万，继承10万，我妈生病捐的1000，吹成1万，
我爸工作上遇到困难，他帮忙牵线，事后却拿走了大部分的好处费，一桩桩、一件件写下来，触目惊心。这些年，我们家就像是被他寄生的宿主，被他心安理得地吸着血，还要对他感恩戴德，这些都是你的一面之词。到了外面，空口无凭。林浩冷静地提醒我，我们需要证据。静静，你仔细想想，有没有留存过什么聊天记录、转账凭证，或者其他能证明他说谎的材料、证据？我的脑子飞速运转，当年的事情大多是现金来往，借条也在他手上，聊天记录等等。我突然像被电流击中一样，一个被我遗忘许久的细节浮现在脑海。8年前，我妈住院，小姑来医院送那1000块钱的时候，我爸不在，是我去接的。后来我爸回来，问我小姑给了多少，我说1000。我爸不信，说小姑在微信上亲口跟他说了是1万。为了证明，我爸把手机拿给我看，他甚至播放了小姑发来的那条微信语音。那条语音，我妈后来不让我再提这件事，我爸也把那段聊天记录删了。但是我当时因为气不过，偷偷用我自己的手机将那段语音录了下来。这些年，我换了好几次手机，但有些重要的东西，我一直习惯性的备份在云端。我立刻冲进书房，打开电脑，双手颤抖地登录我的云盘账号。在一堆陈年的照片和文件里，我疯狂地翻找着，终于在一个名为不可忘记的文件夹里，我找到了一个音频文件，文件名是20160620下划线李慧兰。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我点下播放键，一个我再熟悉不过的尖细又带着施舍意味的声音从音箱里传了出来：大哥啊，妹这边最近手头也紧，公司周转不开，这样我先给你凑1万，你先给嫂子看病，钱不够了再跟我说，咱们是亲兄妹，说这些就外道了。不过这事儿你知我知就行了，别跟别人说，我这人脸皮薄，不喜欢张扬，不方便。就是他，就是这条语音。林浩走过来，站在我身后，听完了整段录音。当录音结束，房间里一片寂静，林浩的眼中闪过一丝锋锐的光。这就是证据，而且是可以直接将它钉在耻辱柱上的确凿的证据。我看着电脑屏幕，嘴角慢慢勾起一抹冷笑。李慧兰，你不是喜欢装好人吗？你不是喜欢站在道德高地上审判我吗？这一次我就把你亲手递给我的这把刀狠狠地插进你虚伪的心脏。暴风雨来临前，总有一段诡异的平静。那场婚礼闹剧和家族群的审判之后，世界安静了好几天。就在我以为小姑会偃旗息鼓，或者在酝酿什么更大的阴谋时，她却以一种我完全没想到的方式主动出击了。周6的下午，我和林浩正在家里看电影，门铃突然响了。我从猫眼里一看，心脏猛地一沉。小姑李慧兰还有小姑父2个人拎着大包小包的礼品，脸上挂着无比和蔼可亲的笑容，正站在我家门口。他们身后还跟着我爸妈。我爸妈的表情很复杂，既有尴尬，又有一丝如释重负。我知道，这又是他们家和万事兴思想作祟，被小姑3言2语就说动了，带着她上门来和解。我深吸一口气，打开了门。哎呀，静静在家呢。小姑一进门就热情的像是我们之间什么都没发生过。她无视了站在我旁边的林浩，直接越过我，一把拉住我爸的手，眼眶说红就红，声音也带上了哭腔：大哥大嫂，我对不起你们啊，前几天是我喝多了，酒后胡言乱语，说了混账话，做了混账事，
你们别往心里去。静静这孩子也是受了委屈，怎么不早说？都是小姑的错。她这番声泪俱下的表演，简直可以去拿奥斯卡。我爸妈果然吃这一套，立刻就心软了。我妈连忙扶住她：“慧兰，你这是干什么？快起来，都是一家人，说这些干什么？”我爸也拍着她的肩膀：“过去了就过去了，谁还没个喝多的时候？”他们3个人上演了一出亲情至上、误会解除的感人戏码。然后他们把矛头一致对准了我。我妈拉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劝我：“静静，你看，你小姑都亲自上门道歉了，她心里是有你的，你就别再生气了，快给你小姑倒杯茶，这事儿就算翻篇了。”小姑也顺势接过话头，用一种长辈教训晚辈，带着上位者施舍的语气看向我：“静静啊，小姑也不是小气的人，婚礼上那张卡里面的10万块，你随时可以去取，就当是小姑给你和林浩的新婚祝福。”他顿了顿，语气加重了几分：“这事儿呢，到此为止，就这么翻篇了。以后跟林浩好好过日子，别总想着闹，家和才能万事兴，懂吗？”我听着他这番话，胃里一阵翻江倒海，我心中冷笑不止。他这不是道歉，这是收买，是威胁。他用10万块买我的闭嘴和妥协，他想用这种方式重新把我按回到那个不懂事、需要被原谅的晚辈位置上，让他自己重新站上道德的高地。他想让我承认，婚礼上的一切只是我的一场无理取闹。如果我接受了，就等于我自己承认了我的错，那他李慧兰就永远是那个宽宏大量的好小姑。不等我开口，一直沉默的林浩淡淡的出声了。他的声音不大，却像一把锋利的楔子，精准地钉进了这片虚伪的祥和气氛里。小姑，既然婚礼上的事是误会，那当年的那1万块变成1000块，还有我岳父岳母买房时您资助的那笔钱，也都是误会吗？空气瞬间凝固，小姑脸上的笑容再一次僵住了。她没想到林浩会这么直接，这么不留情面。她脸色一僵，随即恼羞成怒，把矛头直接对准了林浩：“小林，这是我们老李家的家事，有你一个外人什么事？你少在这里挑拨离间。”小姑父也立刻跟上，像一只护食的公鸡，尖着嗓子帮腔：“就是静静跟他小姑闹点小脾气，哪有你一个女婿在旁边煽风点火的道理？太不懂规矩了！”我再也忍不住了，我一把将林浩拉到我的身后，用我自己的身体挡住了他们所有的攻击。我冷冷地看着我这对好小姑小姑父，一字一句地说道：“林浩不是外人，他是我丈夫，是我最亲的人，他的话就是我的话。还有，小姑小姑父，这件事从你们用10块钱羞辱我的那一刻起就没完。我的话不是玩笑，我的眼神，我的语气，都让他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寒意。”李慧兰知道软得不行了，她脸上的伪装彻底撕裂，露出了她本来的面目。她哼了一声，从沙发上站起来，临走时撂下了一句狠话：“行，江静，你现在是真厉害了，有人撑腰了是吧？那就走着瞧。你别以为就你会拿陈年旧事说事，我倒要看看最后谁吃不了兜着走。”他们气冲冲地走了，我爸妈追出去劝，被他们一把推开。客厅里只剩下我和林浩，还有那堆他们带来的显得格外讽刺的礼品。几天后，我小姑的报复如期而至，各种关于我和林浩的流言蜚语开始在亲戚圈里，甚至是我爸妈的邻里之间疯狂地传播开来。版本有很多，有的说我贪得无厌，婚礼上闹事就是为了逼小姑多给彩礼；有的说我水性杨花，
看上了林浩的钱，才一脚踹了谈了多年的前男友。我根本没有前男友。更恶毒的是针对林浩的，说他一个外地来的穷小子，心机深沉，一肚子坏水，就是他挑拨我们李家的家庭关系，想图谋我们家的财产。我们家有什么财产值得他图谋？这些流言像瘟疫一样蔓延，三人成虎，说的人多了，连一些不相干的人都开始信以为真。我爸妈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他们出门买个菜都能被邻居指指点点，他们打个电话都能听到亲戚的规劝和指责。终于他们崩溃了。那天晚上，我妈哭着给我打电话，声音里是无尽的疲惫和绝望。静静，算妈求你了，你去跟你小姑认个错吧。你再这样下去，是要逼死我们吗？我们这辈子没做过亏心事，老了，还要被人戳着脊梁骨骂啊！我爸也在电话那头，声音沙哑地吼着：小姑是爸爸的亲妹妹，血浓于水，你非要把她往死里整，把我们这个家彻底搞散了，你就开心了是吧？我握着冰冷的手机，听着电话那头父母的哭诉和指责，心像是被一把钝刀子一刀一刀地割着。我知道他们也痛苦，也承受着压力，但是为什么他们永远都看不到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是那个他们拼命维护的亲妹妹？是时候了，是时候让真相大白于天下了。挂掉电话，我打开电脑，将我收集到的所有证据分门别类地整理好。那段关键的微信语音，当年我妈住院时，小姑给的1000块和医院每天的缴费单据。我爸妈这些年给小姑送礼的清单虽然不全，但也记录了大部分。还有我和林浩这几天悄悄联系上的几个同样被小姑坑过的远房亲戚，他们口述的经历，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也能作为旁证。我将这些东西整理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册。李慧兰，你不是喜欢颠倒黑白、散播谣言吗？那我就用铁一样的事实，让你亲口把自己说出的谎言，一个字一个字的吞回去。舆论的脏水不能只泼在我一个人身上，与其被动的承受和解释，不如主动出击，把舞台搭起来，请主角登场，让所有人看看这出大戏到底是谁在导演。我决定办一场家庭聚会，名义上是新婚答谢宴，感谢那些在婚礼上真心祝福我们的亲友。实际上，这是一场鸿门宴。我要把小姑李慧兰和那些在背后摇旗呐喊、传播流言最起劲的亲戚们，全都请到同一个桌子上。我亲自打电话邀请。对那些真心待我们的，我诚心诚意；对那些心怀鬼胎的，我笑意盈盈。大姑，您上次在群里说心疼小姑，这周6我做东，请您和小姑一起吃个饭，咱们一家人当面把话说开，好不好？三姨，听说您最近总跟我妈念叨我这不就来了吗？当面跟您汇报思想工作。我的态度出乎意料的诚恳，他们反而不好拒绝。小姑那边我没亲自打，我让我爸去请。我爸以为我终于想通了，要服软，立刻屁颠的去了。果然李慧兰以为自己大获全胜，欣然应允，还表示要不计前嫌来参加我的道歉宴。周6，酒店包厢，气氛起初还算融洽，至少表面上是。小姑李慧兰坐在主位上，继续扮演着她那个宽宏大量的慈祥长辈角色，不时地给我爸妈夹菜，嘴里说着一些不痛不痒的场面话。那些跟风的亲戚们也都在一旁敲边鼓。慧兰就是心胸宽广，不跟小辈一般见识。静静啊，你以后可得学着点，你小姑是你榜样。我一直微笑着听着，不反驳。林浩坐在我身边，给我剥了一只虾，
低声说：“别急，让他们先表演。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我觉得时机差不多了。”我端起酒杯，站起身，施施然地走到了小姑的面前。满桌的人都安静下来，看着我。我脸上挂着得体的笑容，眼神却清亮的吓人。小姑，这第一杯酒，我必须敬您。听说您最近为了我和林浩的事儿，真是操碎了心，四处奔走，帮我们澄清了不少谣言，真是辛苦您了。谣言2个字，我咬得特别重。小姑的脸皮抽动了一下，她显然听出了我的弦外之音，但碍于场面，她只能端起酒杯，干笑着说：“一家人嘛，说什么两家话？过去了，都过去了。”“是啊，都过去了。”我点点头，笑容更深了。不过有些事，我怕您年纪大了，记性不好，我帮您回忆回忆。说着，我没有喝酒，而是放下了酒杯。我拿出了我的手机，当着所有人的面，点开了那个音频文件。我把音量调到了最大。“大哥啊，我先给你凑1万，你先给嫂子看病。”那个尖细又虚伪的声音瞬间充满了整个包厢。录音不长，但每一个字都像一记耳光，狠狠地扇在李慧兰的脸上。刚才还喧闹的饭桌顿时鸦雀无声，所有人的目光都像被磁铁吸引的铁屑，死死地吸在了李慧兰那张由红转黑再由黑转青的脸上。她的手抖得连酒杯都拿不稳了，哐当一声掉在桌上，酒水洒了一片。录音播放完毕，我没有停，我划开手机屏幕，点开了另一份文件，那是我整理的关于他资助我爸妈买房的账目。“小姑，您当年借给我们家10万，实际到账5万，这件事你也忘了吗？还有大姑父当年做生意，您说投资20万，结果只拿了5万，分红的时候却按20万的股份拿，这事儿你也忘了吗？”我的话音刚落，坐在角落里一个平时不怎么说话的远房表姐突然猛地一拍桌子，站了起来。她是我悄悄联系过的受害者之一，之前一直犹豫不决，没想到今天被我当场点燃了。她眼圈通红，指着李慧兰，声音都在发抖。“江静说的没错，李慧兰，你这个骗子，当年我爸急用钱，你也是这么骗他的。说好借5万，你只给了2万，却逼着他签了5万的借条，每年光利息就还不清。我爸就是被你活活逼死的。”表姐的话像一颗重磅炸弹，在人群中彻底引爆。对，我想起来了，我老公上次跟他合伙做工程，也被他黑了一笔账。还有我家，他说能帮我儿子安排工作，收了我们家10万块钱，结果到现在都没信儿。一时间包厢里炸开了锅，包厢里的空气仿佛被点燃的炸药，瞬间炸开了锅。那些平日里被李慧兰欺压算计过的亲戚们，像是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接二连三地站了起来。积压多年的怨气如同决堤的洪水汹涌而出。“李慧兰，你还有脸坐在这儿当长辈？当年我家盖房子，你说帮我找便宜的建材，结果转头就跟建材商合伙抬高价格，从中赚了我们家3万块差价。”说话的是二舅，他平日里老实巴交，此刻却红着眼眶，声音里满是压抑多年的愤怒。“还有我。”三姨夫猛地拍了下桌子，震得碗碟都在发抖。“前年我女儿结婚，你说要帮我们家出10万嫁妆撑场面，结果婚礼当天只塞了个2万的红包，还到处跟人说我们家抠门，配不上男方，你安的什么心？”一桩桩一件件，全都是李慧兰这些年靠着亲情的幌子干下的龌龊勾当。她就像个寄生虫，靠着吸食亲戚们的信任和血汗钱过活，还总摆出一副我帮了你们，
你们该感恩戴德的高高在上的姿态。李慧兰彻底慌了，她像是被围猎的野兽，眼神惊恐地在人群中乱瞟，嘴里语无伦次地辩解着：“你们胡说，你们血口喷人，我什么时候做过这些事？都是江静，是他挑拨离间，他嫉妒我过得好，故意联合你们来害我。”他一边说，一边想往我爸妈身边躲，仿佛我爸妈还是那个会无条件护着他的大哥大嫂。可这次，我爸妈只是站在原地，脸色铁青，嘴唇紧抿着，一句话也没说。或许是这么多铁证摆在面前，他们终于看清了这个亲妹妹的真面目；或许是被亲戚们的控诉刺痛了，终于明白这些年自己维护的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妈别过头，用袖子偷偷抹着眼泪，不知道是在为自己这些年的拎不清后悔，还是在为这个彻底崩塌的亲情难过。挑拨离间，我冷笑一声，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另一份证据，几张银行转账记录的截图。小姑，您说我挑拨离间，那这几张截图怎么解释？这是您去年以投资的名义从三姨夫那里拿走10万块的转账记录，可您转头就把这钱存进了自己的美容卡，这也是我挑拨的。我又点开手机里的聊天记录截图，那是表姐提供的，当年她父亲被逼着签下的借条照片，上面的金额赫然写着5万，而实际到账记录只有2万。还有这个白纸黑字，难道也是假的？证据确凿。李慧兰的辩解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显得苍白又可笑，她的脸涨成了猪肝色，呼吸急促的像要喘不过气来。突然，她像是想到了什么，猛地看向我爸妈，带着最后一丝希望嘶吼道：“大哥大嫂，你们快说句话啊！我是你们的亲妹妹啊！你们就眼睁睁看着外人欺负我吗？”我爸终于动了，他缓缓走到李慧兰面前，眼神里没有了往日的纵容，只剩下失望和冰冷。他一字一句地说：“慧兰，这些年我们帮你遮掩的、维护的已经够多了，是你自己把我们之间的情分全败光了。”这句话像是最后一根稻草，彻底压垮了李慧兰。她瘫坐在椅子上，眼神空洞，嘴里喃喃着：“不是这样的，我是为了这个家好，我没错。”可没有人再理会她的风言风语。那些被她坑过的亲戚们开始七嘴八舌地讨论着要如何讨回公道。有人说要去法院起诉，追回被骗的钱；有人说要把他的所作所为告诉所有认识的人，让他再也没脸在亲戚圈里混下去。还有人直接拿出手机，开始拍摄现场的视频，说要留下证据。李慧兰的丈夫，那个一直帮着她煽风点火的男人，此刻早就吓得缩在角落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我不知道，这些事我都不知道，都是他自己做的。真是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我看着眼前这一幕，没有想象中的狂喜，只有一种尘埃落定的平静。我走到林浩身边，他伸手握住我的手，眼神里满是温柔和支持。“都结束了。”他轻声说。“是啊，结束了。”我点点头。这场鸿门宴最终以李慧兰被众人围着讨说法，灰溜溜的被小姑父拖走而告终。那些曾经跟风指责我的亲戚们，此刻都低着头，不敢看我，有的甚至偷偷过来跟我道歉，说自己是被李慧兰蒙蔽了。我爸妈默默地收拾好东西，走到我面前。我妈欲言又止，最终只是叹了口气：“静静，是爸妈以前太糊涂了。”我爸也难得地放软了语气：“以后你们好好过日子吧，家里的事不用太担心。”看着他们疲惫又落寞的背影，
我心里五味杂陈。或许他们一时之间还无法彻底改变根深蒂固的观念，但至少他们开始明白了是非对错，这就够了。改变需要时间，我愿意等。离开酒店的时候，外面的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华灯初上。林浩牵着我的手走在人行道上，晚风吹拂着我的头发，带着一丝凉爽。接下来打算怎么办？林浩问我。顺其自然，我笑了笑。该讨回的公道，让他们自己去讨；该付出的代价，李慧兰也该自己承担。我们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我已经把该做的都做了，剩下的就交给时间和人心吧。果然，接下来的几天，亲戚圈里彻底炸开了锅。李慧兰的那些丑事被传得沸沸扬扬，甚至有人把那天包厢里的视频发到了家族群里。虽然很快就被撤回了，但该看到的人都看到了。那些被他骗了钱的亲戚真的联合起来去了法院。虽然因为年代久远，有些证据不足，但也足以让李慧兰焦头烂额。她名下的银行卡被冻结，房子也被申请了财产保全。曾经风光无限的成功人士，一夜之间变得狼狈不堪。更让他受不了的是，他的那些朋友和生意伙伴，在听说了他的事后，纷纷跟他划清界限，生怕被牵连。他投资的几个项目也因为资金链断裂而黄了，欠了一屁股债。据说他去找过我爸妈几次，想让他们帮忙还债，甚至还想让我和林浩看在亲戚的份上拉他一把，但都被我爸妈拒绝了。我妈后来跟我说，她看着李慧兰憔悴不堪的样子，心里也不好受，但一想到那些被她坑害的亲戚，还有她对我做的那些事，就硬起了心肠。有些错犯了就要认，不能总想着让别人擦屁股。我妈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神很坚定。我知道我妈是真的想通了。1个月后，我和林浩去参加了一个远房表姐的婚礼。那是李慧兰事件后，我们第一次参加家族聚会。去之前我还有些担心会尴尬，但到了现场才发现，大家看我们的眼神都很友善，甚至有人主动过来跟我们打招呼，说我们做得对，以前就是太纵容他了，才让他越来越无法无天。一个长辈感慨道：“静静，你这是帮大家出了口气啊。”我笑着回应，心里暖暖的。原来公道自在人心，大多数人还是分得清是非对错的。婚礼进行到一半，我看到我爸妈被一群亲戚围着说话，脸上带着久违的轻松笑容。他们偶尔看向我和林浩，眼神里带着歉意和欣慰。我知道我们之间的坚冰正在慢慢融化。婚礼结束后，我和林浩走在回家的路上，月光洒在我们身上，拉出长长的影子。你看，一切都在变好。林浩握紧我的手，我靠在他的肩膀上，心里充满了安宁。我曾经以为对抗那些虚伪的亲情会让我变得孤立无援，但事实证明，勇敢地站出来，维护自己的尊严和底线，反而会赢得真正的尊重。那些曾经的伤害和委屈，就像退潮后的沙滩，虽然留下了痕迹，但终究会被新的海浪抚平。而我和林浩会带着这份勇气和彼此的爱，一直走下去，过好属于我们的简单而幸福的日子。至于李慧兰，听说她后来卖掉了房子，还了一部分债，搬去了一个小城市，再也没在亲戚圈里露过面。偶尔有人提起她，也只是摇摇头，说一句自作自受。或许这就是最好的结局。她为自己的贪婪和虚伪付出了代价，而我们终于摆脱了那些有毒的亲情，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晴空。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